生活走到一定阶段后，很多人都会发现，真正消耗人的并不只是某一件突发的事情，而是一种长期被事情推着走的状态。责任越来越多，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事情同时出现，人也开始习惯一边处理问题，一边继续往前。有时候明明一天已经结束了，心里的节奏却还没有停下来，脑子里想着没完成的事，想着接下来的安排，也想着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。于是慢慢发现，真正想要的已经不只是事情顺利，而是一种里面稳定的状态，一种即使生活有风雨，心里依然能够保持平衡的状态。马太福音里耶稣说，你们细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，它们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很多人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，都会注意百合花，但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词，生长。百合花不是突然盛开的，它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，经历阳光，也经历风雨，经过清晨，也经过黑夜，可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。它没有急着证明什么，也没有因为天气变化就停止生长。很多时候，人里面真正缺少的，也许正是这种生长感。现代人的生活常常充满效率，却很少留下空间。大家越来越习惯快速回应、快速完成、快速解决。可生命很多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急不来，关系需要时间，恢复需要时间，成长需要时间，里面的稳定更是需要时间。所以耶稣没有让人盯着风雨，而是让人去细想百合花。因为真正稳定的生命往往不是靠外面的条件形成的，而是里面慢慢长出来的。在路加福音里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能因忧虑使自己的身量多加一轴？这句话并不是让人停止面对生活，而是在提醒人，生命真正的成长不是靠着里面一直紧绷。有些事情会随着时间慢慢展开，有些答案也会在继续前行的过程中慢慢出现。人如果总想立刻得到结果，心就容易失去里面原本的节奏，而一旦失去节奏，人就容易被外面的风浪带着走。马可福音里，门徒曾在海上遇见风浪。圣经说，风很大，波浪打入船内，可那时候耶稣却在船尾安睡。这一幕很特别，因为风浪并没有停止，船也依然在海上，但耶稣里面的状态却始终安稳。后来他对门徒说，为什么这样胆怯？你们怎么没有信心？很多时候，人真正想得到的，也许并不是永远没有风浪，而是一种即使身在风浪里，里面依然稳定的能力。这种能力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是一种慢慢形成的生命力量，像树木扎根，像百合花生长。外面的天气会变化，但里面开始越来越稳定。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枝子真正的力量
不是靠自己用力撑出来的。它之所以能够结果子，是因为它一直连于生命的源头。很多时候，人之所以越来越疲惫，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里面长期处在一种断裂感里，像一直在输出，却很久没有真正恢复，又像一直在回应外界的世界，却很久没有回到里面。所以耶稣反复提到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这个住其实很有画面感，不是匆忙经过，不是短暂停留，而是一种安静、稳定、持续的连接。当人的里面重新稳定下来以后，很多东西就会慢慢改变。处理事情时开始有了次序，面对压力时也开始有了空间。以前一件事就会打乱整天的节奏，现在却能够慢慢稳住自己。以前总是急着得到答案，现在却开始能够一步一步往前。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给你们的，不像世人所赐的。”这种平安并不是所有事情立刻变得简单，而是一种里面越来越稳的力量。生活仍然会有变化，工作仍然会有压力，人与人之间也仍然会有磨合，可人的里面开始不再轻易被风浪带着走。马太福音里，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”这里的安息并不是停下生活，而是人在生活里面重新找回一种稳定感，一种不用一直紧绷的状态。很多事情其实都在这种稳定里慢慢变化。人的脚步开始重新有节奏，心里的空间也开始重新打开。一些原本复杂的事情开始慢慢理顺，一些原本急促的情绪也开始慢慢放松。约翰福音里，耶稣又说：“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，也不要胆怯。”很多时候，人并不缺少能力，真正缺少的是里面那份持续的稳定，一种能够在忙碌里依然保持清醒的状态，像百合花一样继续生长，像枝子一样继续连接，像海上的船一样，即使经过风浪，也仍然有方向。生活里的风雨很多时候不会绕开每一个人，可风暴经过的时候，人里面会慢慢长出新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不喧闹，也不急促，它更像一种越来越稳的生命状态，一种能够承载事情、承载责任，也承载生活节奏的力量。于是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事情虽然依然很多，可里面开始有了从容。生活虽然依然忙碌，可脚步开始越来越稳定。周围仍然会有变化，可心里已经慢慢有了根。而这种稳定会让你重新感受到，生活不仅仅只是不断往前赶路，它也可以是一种安静生长的过程。